微观经济学不仅仅是关于数字和图表的学科，它是一种理解世界、解读市场行为的方式。它涉及的基本原则、供需法则、边际效用、成本效益分析是解释日常生活中经济现象的关键。例如，为什么咖啡店的价格会因地理位置和顾客类型而变化？微观经济学可以提供答案。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起着决定性作用。微观经济学通过分析如何在不同市场结构中形成价格，帮助我们理解市场经济的工作机制。无论是完全竞争市场还是垄断市场，每一种市场类型都有其独特的价格形成机制和效率指标。此外，微观经济学还涉及到消费者行为的分析。消费者如何根据自身的偏好和预算限制做出购买决策？生产者如何决定生产什么产品，使用什么样的技术和资源？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蕴含在消费者选择理论和生产理论中。在国家层面上，各国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来调控市场，维持经济稳定和增长。例如，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通过改革，中国政府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放松对价格和生产的控制，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效率提升。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深受微观经济学原理的影响。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议题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市场失灵发生在市场无法有效分配资源时，如公共品的提供和外部性问题。政府通过税收、补贴、规制等手段介入市场，旨在改善资源分配，提高社会福利。但政府干预也有可能导致效率降低和资源错配，因此如何平衡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微观经济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以及它如何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通过深入了解这一学科，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更明智的经济决策。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在微观经济学的广阔领域中，一个国家实施相关政策的案例尤为引人关注。以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例，我们可以深入探讨一个国家如何运用微观经济学的原理来实现经济转型和增长。中国在1978年开始实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的各个方面进行严格的控制，包括价格设定、生产决策和资源分配。然而，这种体制逐渐显示出其局限性，特别是在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经济增长缓慢方面。改革的初期，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微观经济学原理指导下的措施。首先，政府放松了对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控制，引入市场机制来提高生产效率。例如，在农业领域，政府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的经营权交给农民，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显著提高了农业产出。随后，中国政府逐步实行价格改革。在改革之前，价格由政府统一设定，往往不能反映市场供需关系。改革后，许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开始由市场决定。这一变化促进了资源的更有效分配，同时也激发了企业的创新和竞争。在企业改革方面，中国政府推行了国有企业的改革，这包括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企业效率提升和技术创新。政府还推动了私营经济的发展，为中小企业的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措施促使中国的企业结构更加多元化，提高了整体经济的活力。外贸体制的改革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逐步降低贸易壁垒，扩大对外开放。进入21世纪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这标志着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外开放不仅为中国带来了外资和先进技术，也使中国的产品能够进入国际市场。此外，中国的经济改革还包括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的完善。金融体系的改革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渠道。
宏观经济调控则帮助政府更有效地应对经济过热或衰退的问题，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总的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微观经济学原理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放松对价格和生产的控制，以及推动企业和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国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快速增长。这一过程不仅改变了中国经济的面貌，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从实施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微观经济学原理的有效应用。这些改革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还引发了社会结构和国际地位的深刻变革。首先，经济改革显著提升了中国的经济效率和生产力。在农业领域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和产量显著提升。在工业方面，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使得许多国有企业改善了管理和运营效率。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兴起，则为工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改革初期，中国经济主要依赖农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逐渐增加。特别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之一。同时，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信息技术和旅游业，也在中国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此外，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外资引进也实现了巨大飞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后，中国更加积极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出口导向型经济策略帮助中国利用其劳动力成本优势，迅速扩大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同时，吸引外资的政策不仅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也推动了国内市场的竞争与创新。经济增长带来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迁移到城市，推动了城市化进程。这不仅改变了中国的人口分布，也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现代化。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还带动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过去几十年间，中国成功地减少了贫困人口，提高了国民的平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改善，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然而，经济快速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例如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的问题日益严重，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因此，中国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找更加可持续和平衡的发展路径。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探讨中国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以及中国经济改革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启示。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微观经济学在指导国家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这些政策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在审视中国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时，我们也必须关注其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奇迹不仅改变了国际社会对经济发展的看法，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首先，中国的成功证明了市场机制和微观经济学原理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放松价格控制和鼓励私营企业发展，中国显示了如何利用市场力量来优化资源分配和激发经济活力。对于那些仍然依赖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来说，中国的经验表明，适当的市场改革和开放政策能够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中国的经济改革还体现了经济全球化的积极面。通过积极参与全球贸易和吸引外资，中国不仅提升了自身的产业能力，也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这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范例，积极融入全球经济，通过外贸和外资引进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此外，中国的发展模式也提出了关于经济发展与社会政策的重要问题。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诸如环境污染、社会不平等和城乡差距等问题。这些挑战提示其他国家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必须平衡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注重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全球资源的需求产生了显著影响。这一方面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资源配置中日益增长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全球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性。对于资源丰富但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经验提供了如何有效利用资源进行经济转型的参考。在金融和投资领域，中国的经济崛起也对全球金融市场和投资格局产生了影响。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其对外直接投资已遍布世界各地，特别是在基础设施、能源和矿产资源等领域。这不仅为接受国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也带来了经济合作和区域发展的新机会。最后，中国的经验也启示其他国家在进行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需要考虑本国的特殊国情和发展阶段。模仿他国模式并不总是成功的，每个国家都需要根据自身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来定制适合自己的发展策略。综上所述，中国经济改革不仅为其自身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也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的经验是一个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案例，特别是在如何利用微观经济学原理指导国家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共同推动构建一个更加繁荣、公平和可持续的世界经济。